1402年，刑场上，年仅15岁的刘超眼看着父亲祖母相继死在屠刀之下，恨从心中来。他奋力挣脱了绳索，仰天长啸，夺下刽子手滴血的屠刀，连续砍杀了10几人。行刑官反应过来，命人将他制服。有人喊道：“快上报皇上！”当时的皇上正是朱棣。刘超的父亲刘固曾任钦州教育，他为人正直，廉洁奉公，很受到百姓的爱戴。刘固还是一名孝子，他家中的老母亲年高体弱，终日需要有人照顾。刘固不想假他人之手，就特地上书请求回家侍奉母亲。御史大夫景清看到这个奏书，他之前就听说过刘固的官声，又看到他这么孝顺，更加爱惜这个人才。景清亲自向建文朱允文推荐了刘固，得到了朱允文的赞赏。于是景清就给刘固回了一封信，劝他不要请辞，而且还邀请他到京城任职，并且可以把他的老母亲和全家人都接到南京来。面对这个令人心动的 offer， 刘固当然很难拒绝，欣然接受了景清的建议。不久就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南京任职。可等待他的不是施展抱负的空间，不是忠君爱民的理想，而是一场灭顶之灾。朱元璋开创明朝之后，把儿子们分派到不同地区，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做藩王。后来太子朱标英年早逝，朱元璋没有再册立其他的儿子，而立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为皇太孙。朱元璋去世后，朱允文继位。这时的朱允文被周边的20几个藩王叔叔重重包围，时时感受着他们的约束和潜在的威胁。特别是像燕王朱棣这样势力强大的藩王，已经成了朱允文的心腹大患。于是朱允文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削藩。朱允文的亲信大臣之一的齐泰建议先从实力最为强大的燕王开始，而黄子成却持不同意见。他认为燕王功高过少，不宜从他开始操刀。最终朱允文决议从其他较弱的藩王开始削减。建文元年，削藩拉开了帷幕。先是朱棣的亲弟弟周王被削去藩位，再是齐王，之后齐王自尽。紧接着襄王和代王被囚禁，襄王自焚而死。2个月后，明王被削。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建文初年的明朝王爷们人人自危，燕王朱棣自然也看在眼里，他不想坐以待毙，开始进行了准备。当朱允文派耿鼎文和李景隆带兵攻打朱棣的时候，朱棣也以亲军策的名义起兵。持续4年的靖难之役正式开始。论军事才能，经常骑马出塞打蒙古人的朱棣，比他侄子朱允文不知道高到哪去了。最终朱棣直接打到了南京。城破后，朱允文在皇宫中放了一把火，从此就消失了。叔叔抢了侄子的天下，总归有些名不正言不顺。南京城内很多都是朱元璋的嫡系，他们忠于朱允文，不能接受朱棣的强取豪夺。尽管朱棣多番劝降，这些人都不为所动。如此，比之朱元璋时期更惨烈的人物殉难拉开帷幕。根据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对待政敌，朱棣无所不用其极，斩首、油烹、凌迟、族诛，各种酷刑让人触目惊心。如方孝孺被用刀从嘴角一直割到双耳，拖到聚宝门外凌迟方孝孺被诛10族的事是否真实，在史学中还有争议。咱之前也发过社区帖子讨论过此事了。无论诛10族是否为真，瓜万超是朱棣发明的，这事不会有假。瓜万超的主角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景清。严格来说，景清不算建文帝身边的核心班底，他效忠的也不是朱允文，而是朱元璋定下的秩序本身。削燕王藩时，景清曾提出反对意见，曾一度被齐泰等人视为眼中钉。当朱棣打着清君侧之名靖难时，他又一再给燕王写信劝他退兵归藩。当朱棣登上皇位之后，作为朱元璋时期的老臣，在景清的眼里，朱棣的行为是谋逆，是违背太祖的遗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但景清很聪明，他没有像方孝孺那样立场鲜明地当个反对派。作为一个被排挤出建文帝圈子的朝臣，景清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朱棣的关注和重用。再加上景清曾在北平任职，与当时的燕王朱棣相交莫逆，因此朱棣依然委任景清为御史大夫。后面发生的事可以说有些魔幻色彩了。有一天，朱棣接钦天监急报，称一心告变，光芒甚炽，即犯帝座。朱棣遂生警惕。上朝后，朱棣看见景清神色反常，且穿着大红礼服，与制度不合，
联想到钦天监的奏报，戒心顿起。朱棣于是问景清想做什么，景清见事情不妙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奋扑上前就要犯驾，结果力有不逮，被左右力士拿下，发现他腰藏短剑，果真有刺王杀驾之心。朱棣自问待他不薄，二人曾在北平相交莫逆，言谈甚欢。虽然靖难中景清对朱棣多有斥责，但朱棣入主南京后并没有难为他，继续留任他为御史大夫外，特地照顾他的儿子。这种待遇见闻旧臣唯有景清而已。然而即便这样，景清仍然背叛了他。景清的骂声活像一记火辣辣的耳光扇在朱棣脸上，朱棣大怒，令人将其牙齿全部打落，并割去他的舌头，让其不能再言。然而景清自知命不久矣，口含热血直喷上殿，鲜血溅了朱棣一脸一身。盛怒之下，朱棣对他施以折刑，将他吊在长安门上剥皮充草，最后还要把景清的骨头全部敲碎。朱棣犹不解恨，还对左右说，这就是二臣的下场，可见朱棣对他的背叛有多痛恨。景清虽死，但屠杀才刚刚开始。朱棣在第一次打击建文旧臣时，不管9族还是10族，好歹有个明确的打击范围。而到了景清背叛了朱棣之后，朱棣对建文旧臣彻底失望，于是便借此发明了瓜万超来清洗不忠于自己的大臣。何叫瓜万超？用古人的话来说，就是赤其族，及其乡，转向潘冉，村里为虚。这个刑罚的残忍性在于任何人都可能是被清理的对象，一旦被清理都不明白自己因何而死。于是景清的家族、老师、学生、朋友，甚至是朋友的朋友、朋友的亲戚、学生都成为被株连的对象。无数人口稠密的村庄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人迹罕至的废墟。我们故事开头的刘固一家就这样受到了无妄之灾，他们一家老小都被关在狱中等候问斩。老母亲终日以泪洗面，弟弟刘国也是茫然失措。刘国劝哥哥说，你向皇上求饶吧，或许咱们一家可以保全性命。但是刘固这人非常有骨气，他认为景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，如今他被朱棣残杀，自己无论如何不可能再投靠朱棣。他决意以身殉国，但是看到年迈的母亲、年幼的弟弟和儿子，刘固也是悲从心来，呕出一大口鲜血。刘固的儿子刘超也跟家人一起被抓进了大狱。他听到了父亲的讲述，心里满是对朱棣的行为愤愤不平。到了行刑的日子，刘固一家人被押上了断头台，15岁的刘超也在其中。这个少年眼睁睁看着父亲、叔叔和祖母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，心中的悲愤已到了爆发的时候。因为自幼习武，履历过人，他屏息蓄力，突然一跃而起，挣脱了绳索，并抢下了刽子手手中的刀。刘固红着双眼，在众人都在惊讶之时，愤怒地砍杀了刑场上的10几个官兵。等现场的行刑官反应过来，他马上让人一拥而上控制刘超。刘超寡不敌众，很快就被制服，再次被捆绑起来。这件事被汇报给了朱棣，朱棣震怒之下决心严惩，可怜的刘超最终被凌迟而亡。瓜曼超发展到后来，除了滥杀无辜之外，还助长了政治迫害和告密求官之风。朝野上下为了利益，又或是为了公报私仇等等，总之为了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无不争先恐后地对他人进行了诬告和陷害。朱棣就在他那皇帝的宝座上就这样静静地看着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这场由朱棣发起的瓜万超整整肆虐了大明朝10年之久，除了跟景清有关的人员外，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广。最终朱棣下了数道旨意，将这场10年的大屠杀给制止，至此瓜万超才算告一段落。关于景清还有一个不知是真是假的小故事。有一次朱棣坐轿子经过长安门时，悬挂景清的绳索突然断裂，景清的皮囊落在轿子前面，模样像是要直扑上来。朱棣大惊失色，连忙下令将之烧毁。后来有一次朱棣睡觉时，突然梦见景清手持利剑追赶过来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此事虽不知真假，但能流传下来，至少说明了当时人的某种心态。天下苦报正久矣。